大家好，我是王娟，欢迎收看《谁来演戏之圆桌对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3位曾经参加过 BL 剧的演员。什么是 BL 剧？BL 剧就是代表了 Boys Love。今天我们要请他们来一起探讨关于这种文化现象在影视中的多元面貌。首先呢，是参与过《近距离爱上你》的涂善存。娟姐好，大家好，我是涂善存。第二位是越界中的卢彦哲。娟姐好，大家好，我是卢彦哲。第三位呢是 My Hero 与约定的赖东贤，欢迎3位。好，大家好，嗨。好，我真的喜欢他啦！你发挥你的魅力，帮帮我嘛！他是我的初恋，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就靠你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很重。没差。Boys Love 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词语啊？这个句型，这个 Boys Love 是从日本过来的，算吗？对，我记得以前国中就听过，就是那种同学会看那个 BL 漫画。对，我国中时就很多女同学她们会看啊，然后就是看到我就借来看到大概2个男生在激吻，就大概那个时候认识这个东西。而且国中时期其实对于爱情世界，或者是对于亲密的世界，其实充满了好奇，对不对？对。然后因为漫画开启了，那我第一个来问说，东贤，请问一下你第一部 BL 剧你怎么接触，然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就是 My Hero 嘛，那个时候我忘记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经纪人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说，有一个这样类型的题材来找你。那其实我觉得身为演员有一个很幸福的东西，就是你可以一直穿梭在不同的种类跟角色去扮演着他，然后经历他所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一听到这个事情，我大概会觉得第一个想法是应该会蛮好玩的。我没有思考太多，我就说好接。哇，我就接，然后就也没有考虑太多，就是好来吧，就是我很期待这样子。然后当然对于这样子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类型，你还是会有一个担忧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一开始最大的面临到的一些困难跟挑战，就会是我在接触到 BL 之前，我没有跟男生接过吻。所以就会是说，我会很担心，或者是我很害怕，说我真的有办法跟一个刚认识大概2个礼拜的人，然后有很亲密的接触，跟我可以亲得出那种感觉嘛？或者是在镜头上可能就只是2个男生嘴巴碰嘴巴，然后可能会诠释不出那种粉红泡泡、心跳加速的感觉。对，一开始大概接触到 BL 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 BL 剧对于你们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开启。好，那彦哲嘞？你的 BL 剧的开启，在接到越界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你第一部 BL 剧就是越界。哇！对，然后那时候也是第一次深刻认识到 BL 是什么东西，然后去跟导演聊天的时候，他也很直接跟你说，这个跟同志片，你认知同志片不一样，他走的是比较唯美，那也比较单纯直接。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剧本就蛮美好的，很单纯，他就是讲2个高中生，也没有床戏，然后吻戏也没有太多，他就是2个高中生很纯粹的，因为要追逐一个目标，爱上对方。然后这部作品又叫越界。然后就刚好像要我越过了什么东西。对，因为我拍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很大的感触，因为我跟范少勋就是很认真的演员。那我在跟他拍摄的期间，大概20天，我们经历过很多，然后也在里面经历过很多很难忘的戏，然后有吻戏，也有告白戏，然后也有印象深刻是告白戏啊，就是最后一场我跟他告白，原本我拒绝他，然后最后一场是我叫他过来体育馆找我，然后我跟他告白，因为我用一个学长的身份跟学弟告白。可你比较像学弟耶。但是当下他真的比我还像学弟，他那个热血感，热血感，然后那种你比较稳定，对，我比较沉稳，所以我在里面就演一个高冷的
学长，但是我受伤我不能打排球，所以我把我的梦想托付在他身上，然后最后又不小心爱上他。哇，对，然后最后告白的时候，我们是很真情流露，我就讲完台词，就试戏的时候讲一讲，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第一次在拍一个戏的时候，是顺着台词和顺着角色，然后有时候看着他就觉得，哎，我们连我们在前置的那个回忆都进来了，对，然后就讲，我就流眼泪，然后少勋就说，你开太大了吧？我说我没有开，我就是很自然。对你只是在那个状况中，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很顺着那个方向，然后讲，然后两个就流眼泪的告白，然后拥吻。只要你在那个状况中，其实。这很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完成你的那个想要那个状态。善存嘞，你的 BL 剧嘞，不要听别人听得那么高兴。刚刚听人家讲，对，好感动。对，是啊，就是观众看戏真的很容易，他就是1分钟2分钟就过去，可是演员在中间的困难或挑战，那就我们慢慢说。那你的 BL 剧呢？我算是第一次的 BL 剧，第一次 BL 剧，我算是比较晚进入 BL 这个世界。但我觉得就是缘分很巧的是，我会接是因为它是一个喜剧。OK。但是如果我早一点遇到它，我会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你在害怕什么？对，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害怕做错，想要做好，就有点过于认真的。怕犯错的演员，对，因为我可能不是科班的，所以我希望每一科每一场我都能做到别人的要求，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如果早点遇到的话，我不一定，你可能会相信自己，对，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这时候碰到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该到一个要突破的时候，那刚好就是它刚好也是 BL 剧，对，那喜剧又是 BL，对，又是 BL 剧，所以就双重突破，对，那所以我就喜剧非常不好演，我就刚好就是从前置的时候就不断的跟小鱼导演在讨论节奏这件事情，对，那我记得小鱼导演给我最有趣的提议是，他希望立成这个角色像是漫画人物OK，那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很接近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喜欢看很多动漫，那我就去抓各种角色，然后小鱼导演提议的是樱木花道，那我脑袋里就会有那种他瞬间切换情绪的那种表情，夸张的东西，对，我就把它不断的看这些东西，把它放到立成这个角色里面，那吻戏呢？因为BL 剧有很多重要的画面都跟吻戏、亲密戏有关，我这样讲，亲密戏，你们有因为吻戏而隔天的吻戏而睡不着吗？善存没有吗？这么渴望，睡得很香，对不对？没有睡得很香，还是印象深刻？有吗？我觉得反而我在拍近距离的时候，我觉得拍的那个吻戏或者是亲密戏来说的话，是更顺利的。怎么说？因为我跟立安之间，就其实我觉得 BL 戏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不管是一般的文戏还是亲密戏，我觉得这都很重要。那可能是正常，如果我们跟女生的戏剧的话，有时候你会多一层担心，说我这样会不会侵犯到她？有时候难免会。对，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有时候镜头是看得见的。对，就过度小心、过度礼貌，对，反而出了问题。会这样子，所以虽然不会睡不着，但是结果来说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们要多几个 tag。OK， 你说如果跟女孩子的话，跟男生就对我跟立安就会很信任对方，就会很顺的就做下去。那其他2位嘞，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吗？也是，就是之前跟女生拍吻戏，就是会稍微沟通一下，我们待会怎么亲，那就是会有多一点小心感。对，镜头看得出来，虽然我们是演可能夫妻，但是亲还是会有一点小心感。但在跟少勋，因为怕对方觉得冒犯。对，就可能稍微啄一下，然后再啄一下，对，啄一下，然后就你是喝酒吗？有到就好。通常都要等到别人说没关系，我可以，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就是说 OK 就直接来，要讨论。对，然后在跟少勋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拍他的幻想。幻想，他幻想我亲他 ，OK， 然后导演就在开拍之前还放了一段很迷幻、很情欲的音乐给我们听，他就说你们2个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坐在那边听耳机，然后他说就一段很迷幻的音乐，有女生的呻吟声的那一种，然后说你们待会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有点
懵，就不知道导演到底要什么，但就是要欲望，他要欲望。然后我就跟范少勋对开眼，然后我们就这样，然后试戏。像打篮球，对，就是跟男生拍戏就是这样，就说打篮球，不看女生说啊你那个 OK 嘛？就你知道一直在眉目传情，可是都传错。对。然后我们是戴着耳机，然后看着对方，然后导演说你们就这样，然后我跟范少勋就这样看着，好，然后试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冲撞。是真的冲撞的那种亲法，直接来，然后亲到就是比较激烈，然后就嘴唇撞上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导演就说大概是在打球对，就是大概，然后导演就说对，这幻想大概就是这样，对，你们大概找到方向，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对，所以你们一定是打开某种东西，对，然后看着就是说，对，过关，你知道，就是有点粉红泡泡，粉红泡泡，看完画面说过关，但是心里又有一种惆怅感，为什么？就是要出来，要走出来，要离开，然后发现蛮有趣，你又一直思考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又想要离开，对，就是有一种回头去品味，对，就是在骨头就拒绝，对，蛮好吃的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回头去品味，对，就是在骨头就拒绝，对，蛮好吃的这样子，对，好吃。你不要讲人家你的那个约定呢，我吗？我约定呢，你的应该也蛮对，应该也很精彩。好啦，就是因为刚好就是接了2部，一部是 My Hero， 一部是约定，不一样，对不对？对，完全这2个作品的呈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也是在 My Hero 之后有点小小的去研究一下 BL， 我才知道说原来 BL 里面还有分流派。就是它有分像是比较清水一点点的，就是清清淡淡、香香胖胖，对，胖胖，然后甜甜一点点而已。所以它在影视画面呈现上，可能最后只会有一个吻，或者是一个眼神确认关系的眼神而已。它就不会把那种像是 BL 的漫画，然后或者是文字上的那种很激烈的那种赤裸的东西转换到影视层面上。但是刚好我2个都经历过，一个比较清水的是 My Hero， 然后再来是约定的话就会是像是2颗原子弹的碰撞那种激烈感。我记得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因为我的搭档他算是第一次这样子，那时候就只有跟他说，你就交给我，然后你亲我就对了。我就很简单，对，因为我想说紧张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指令可以去遵循，所以我就这边那边对，你要亲我这边那边什么的，对，所以我就只是跟他说，你就是交给我，然后亲我就对了，你就想说你就是亲我，你就记住你要亲我，然后剩下的一切就交给当下的感觉去走，然后也因为我们在彼此的交流当中更敞开心房。所以有时候就算是杀青之后啊，我们再看到彼此，还是会有那种一见如故，就是我们当初经历过这件事情，什么有一种革命情感的感觉，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可以无所不谈，然后好像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在拍戏的过程的那个感觉。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 ，BL 这个类型的剧更强调你跟你的对手之间是不是真的敞开心房去互相的交流。对，因为如果你一旦有所保留，或者是你没有放开自己的话，那在画面都看得超清楚的。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认真？你是真的爱这个人，或者是你真的想要亲这个人？就是哇，镜头上好明显哦，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可是我知道你这个角色好像是有出车祸还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哦。然后你又遇到一个什么低潮？这件事情你怎么跨越？这是另外一个难题要跨越。你怎么处理啊？就是刚好我遇到了这个角色，然后他有发生一场很严重的车祸，结果刚好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那时候的车祸基本上是已经发病危通知了，然后我曾经有一度觉得我好像可能是不是不能再演戏了？你有这样想过？对，我曾经有这样的想过，然后到后来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好像人生最惨也不过就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车祸后，我自己的状态是相对的比较松一点点，然后然后在于时间的分配上，我会比较都留给自己。哦，
对，我就比较不会，我就比较敢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反正再惨不就是也就这个样子。哇，这个很大的跨越啊！对，就是不要害怕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准备角色上面也比较没有这么的纠结。以前在分段，如果分一个分水岭的话，我车祸前我在准备角色，我会比较趋向于就是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职业，他在做什么，他好像应该要有一个形体，对，外在的。对，然后我就会收集很多的资料，然后让自己好像可以说完全的变成一个人的样子。车祸之后，我突然想到说，如果保镖这个世界上有1000万个人，那他就有1000万个样子。那既然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那而且我们本来就是面对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样子。那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多个面向的一个有机体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就好好的去让自己的情感放在这个角色当中？我们就好好的在3、2、1之后活在当下。然后讲得真好。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在3、2、1之后活在当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感觉。对，你不会被自己以前的准备的东西给框架住。因为 Stanislavski 就是俄国的，就我们所谓的写实派的有 organic 的表演的始祖，他讲过哈，他说台上哈只有行动的演员，没有思考的演员。对，所以你不要再想了，演的时候就不用想了，所以你就行动吧，因为你都准备好了。对，都当时要准备，不能说都不准备。没错。好，然后你呢？一直讲听人家，吃瓜，对，我跟东贤就是。他讲这番很有感触，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要跨过这个东西。对，那我觉得就像娟姐刚刚说的，表演最难的就是你不是 A 加 B 加 C 就等于一个结果，是你明明知道了你该怎么做，但是你没有结果。我觉得这是心里最挣扎的。那我觉得我在近距离爱上你萧立诚这个角色身上，我学会了自在跟勇敢。怎么说？就因为它是喜剧。那如果回去看我可能在前置时候上课的样子，跟最后现场跟结果是完全2个人，因为我后来在现场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透过导演跟摄影师整个团队互动的关系，我开始越来越相信自己丢东西的能力。我每天到现场，我就会先可能书画完，美术证也差不多了，我就进现场走一圈，然后这个我摆这里，这个摆这里，这个摆这里，然后我就给自己3、4个选择，但我不知道我等等演戏的时候我会拿哪一个，有点危急性的感觉。对，然后大家后来变得很期待哦。我开始这样做之后，我每一天东西都越来越多，大家都很期待。感觉上你看你怎么变化。对。然后我也问导演说，导演这样会太多吗？导演说你说都丢给我，然后。我觉得我笑了就过了。如果太多，我会再跟你说。但是导演没有一天有跟我说过太多。对。那我觉得勇敢是我开始勇敢接受，如果这一科表演的不够好，那我们 NG 没关系，再来一次，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因为每个角色，你每一场戏其实有很多种可能。对。那以前你会选择最容易或者是别人最喜欢的、最习惯的。对。那可是我现在我这个勇敢带着走了，我就会觉得。可能先跟导演讲出来我的想法也好，沟通一下，对，或者是我在表演的时候，我直接选择了比较不一样的表演也好，非常好。但是如果别人不接受的话，那我们可以讨论啊，非常好。那我们就在一个嘛，真的，这就是长大。你知道，表演真的会让人学习，是一个学习的历程。燕哲嘞，我吗？对啊。你如何在表演中的历程中长大？我好像是在边表演边经历一些生命的历程，因为我的出道是长得像金秀贤，那时候长得像都教授，都敏俊，对，然后我也是非科班出身，我就突然的说你好像这个人，然后就开始拍广告。然后那时候的工作量很大，就是都敏俊的形象可以让我拍很多广告，那半年就是广告不断。然后也很幸运，就是一开始因为这个形象，制作公司就找我去拍8点档。那时候8点档是台语8点档，叫《甘味人生》。甘味人生。然后我就知道压力很大，因为都是大咖，旁边都是高手，非常强。然后一开始我很想撕掉我金秀贤这个标签，所以我就接下这个工作，我说我要把这个标签撕掉，我想让大家看到卢彦哲是谁。当然。对，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8点档机会，我就毅然决然的接了，刚好也顺便赚钱。然后拍，发现哇，我还是 nobody， 我没有办法在镜头前面表演。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演。
我不会。所以你原来有一个所谓的别人认知的人物设定，对，其实是对你来说是你没有想过表演这件事，就只是你像嘛，所以你就接了一些广告。对，然后我的表演是我去模仿他呀，我去模仿他那个高冷的样子，这很有趣哦。对，然后在真正要你去饰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拿不出来。对，想要撕掉标签的一个作品反而撕不掉，反而就让我认知到我真的不会表演。然后那一档是因为很现实，八点档就是你如果没有实力，那是生存战场，你可能很准对，然后你可能大家也看不懂你的表演，然后你这个角色慢慢的就消失了，对，被写出去了，对，拍不到半年，我们全家好像也就消失了，然后也没有人会在乎，对，然后后来是生命真的经历过一个很大的历程，就是我妈那一年得癌症，应该是说我们那一年我因为比较有空，我带她去检查，然后一检查就是肺腺癌第4期，然后医生直接跟我们全家人说，妈妈只剩半年到1年的时间，哇，那个东西很重。我直接就醒了，也不是醒了，我的某种开关打开了。你被撞击了。我被撞击了。我那一个礼拜陪着我妈住院，那个礼拜我天天哭，然后哭到我跟我公司说我不想拍了，我不想当演员，我想出来就是回中部，然后找一份工作陪我妈，因为我不知道她剩多少时间。然后我那时候公司的经纪人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离开了，你妈妈会觉得拖累了你。哦，对，然后我思考了一下，发现。对，因为我如果真的离开，我妈真的会觉得她一个生病拖累了全家人，所以我后来决定继续留下来。结果留下来之后，就又去上表演课，然后表演课直接重新洗牌，我直接认知什么是进入一个角色的感觉和情感。我在表演课可以表演到我哭出来，然后台下的同学跟着我一起哭，共感。对，我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导演说这个东西很珍贵，我朋友说这个东西很珍贵，你要抓好，然后刚好。越界就这个时间来，然后我觉得哇，太妙了，他好像要我越一个界一样，我就拍，然后用我重新洗牌认知的表演模式和真诚的那个感觉，然后去顺着那个东西去走。拍完当下我们也没有预期它的效果会那么好。那真的是播出之后刚好我中间又再去接了8点档，重新。认识再去练，那这次我带着不一样的经验状态出去，对，然后我发现我开始喜欢表演这东西了，很好，然后开始会玩了，OK，然后我也可以在8点档里面，比如说慢慢的接触，比如说一方哥他慢慢的摸着你，他演我爸爸，我可以会感受到感动，你不会紧张，我不会紧张，我不知道干嘛了，对，不是个木头，对他帮我戴手表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对，然后那个东西就开始带到带到8点档里面，就是变成一个我的经验值。其实我自己觉得当演员越简单越纯粹越透明越好，我们越没有杂质，我们就可以包容各种可能性的角色，因为我们不对他贴标签，所以我觉得看的观众也不用对我们贴什么标签，因为我们就是在传达一些跟爱有关的讯息的角色。今天听了3位分享许多 BL 剧的故事，其实爱就是爱，无论你是同性的爱、异性的爱，爱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电影《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中曾经说到，爱没有性别之分，选择爱你的那样就好了。今天谢谢3位的分享，你们生命的故事跟成长，我相信对很多朋友都有励志的这种作用。谁来演戏之圆桌对谈，我是王娟，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你。